宇轩，最近在中国的直播上面非常流行一个东西，叫做上车歌。我心里想，上车歌是什么？我就去听，就觉得奇怪，你怎么讲的都是我们台湾人？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原来我问你之后，我才知道一个答案。原来这个上车歌也跟中国的经济有关系的。照我你现在看到的这是台湾的片段，它基本上它的操作逻辑是这样。比如说呢，我今天想要去抖内，那我要去买礼物嘛，我就买一个跑车送给他说，他就说好，那这个老板啊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就说我要赵和哥哥啊，赵和哥哥，那你要赵和哥哥说什么呢？比如说他就变成这样子哈，跟你讲说啊，好帅啊！赵和哥哥腹肌有8块哦，你就可以这样这样子搞，可以啊，而且它有一定的 SOP， 听得好爽哦，当然很爽，而且你只要花大概100-200块、200-300块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待遇。所以呢，当你抖内完之后，他会先跟你讲一句话，说赵和哥哥，我们来接你喽，来喽，然后才会开始念后面呢你所输入的这些文字。然后你知道这个中国的他这个幕后的这种我们讲的类似旁白，还说什么？他说，哎呀，我知道，我曾经呢在这个台湾这边啊跑过旅游。所以你们什么真昌哥哥、国昌哥哥啊、清德哥哥，我都知道，您别来乱了啦，靠擦！哎呀，你们在擦！他故意讲这种台湾人听得懂的话，来证明说他真的在台湾待过。前一秒还跟你讲说你不要再闹啦，就因为你讲什么清德哥哥嘛那就出大事了，所以他账号就会被封起来。但你都很好奇啊，那像这些团播是真的那么好赚吗？为什么一堆人都要去做这件事情呢？我跟各位讲，他们可怜自己。第一个。很多这种团播的女生啊，都是未成年。什么叫未成年呢？她们是农村少女。所以刚刚叫我赵和哥哥很帅的，恐怕也是未成年。可是台湾的那个有成年啦。那个有成年。对，我们现在讲好家在。对，我们讲的这是未成年的部分哈。而且赵和哥哥是我叫的啦哈。刚刚从头到尾没事了。我有成年好不好？只有我在叫。但你想想看他们多可怜呢？因为他等于说有好几个模组。你现在看到哈，比如说来各位你仔细看哦，他这边有战马舞。有开心舞，有英台舞有各式各样的舞。那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？也就是它的抖内的项目。那比如说你从100块、50块、20块人民币不等，其实都很便宜。但是你只要点了一下，你把这个抖内物品送出去了，它就跟遥控机器人一样，跟 AI 机器人一样，马上它就要跟你跳一遍。那照我问你我如果连续抖10次呢？他跳10次啊？他就要给你跳10次，太惨了吧？所以你看这个女生刚刚有没有看到跳到整个大粒瓜、细粒瓜，嘿，面手都有够歹瓜，一阵青一阵紫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跳到都已经快崩溃了？这也太残忍了啦！对啊，而且他跳到你看这都非常不高兴，因为就是有这种网友很恶死，他想说很便宜啊，几十块而已嘛，反正老子有钱。那你看他们都不会轮流点。他就刻意的一直重播的点同一个女生，还有运动的更可怜。你知道运动怎样吗？因为跳舞至少站在原地，他有这种来回跑，也就是我点到你，你就要这样一直跑。其实还有男生男的女的都一样。但为什么我说他很惨的来赵尔？你猜猜看他们这样做的这样子流血流汗的，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？可以赚多少钱？1万多块而已。你说1万多块人民币？没有台币。台币？对，这多的大概2万块。我每天一直跳，你点我就要出来跳，我已经跳到我脚可能都要残了。1个月赚1万块台币。而且你知道他们播的时间有多长吗？他等于说我第一个下午1点要先进到公司。那进到公司之后，我要开始练这些我们讲乱七八糟的舞。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好帅他要去练那个舞，对不对？对。舞练完之后呢，才开始播。播了之后呢，隔3差1，什么意思呢？播3个小时休1个小时，播3个小时休1个小时，然后播到半夜12点没人要抖内之后呢，还要进行总检讨。那我就请问一下然后你隔天1点又要再来公司。各位啊，这个真的是血汗，超级累，而且你知道他真正赚钱的门路在哪里吗？骗这些女生来，骗这些或者是这些男生来。他骗来之后，他就跟你讲说你要跟我们签约，你放心，这个合约呢绝对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但是你签下去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在合约完成5年之内，你要离职的话呢，我会要求你付最低不低于50万元的罚款。对，所以这就是赚钱的门路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在前面在那边播在那边跳，那根本赚不到钱。对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抄他们。我用合约，我来过来坑你，我过来吃定你。对，其实他要的是他们的人，等于说我直播只是一个幌子。等你来了之后呢，反正你赚不到钱，然后又累得要死，然后呢又被骚扰之后呢，我就会干嘛？你就会想走嘛，我就在等这一刻。他其实找他们来就是想让他们走，因为走了之后呢，我就跟你说好，那你现在欠我50万人民币。那照我请问一下，这些小女生们、这些小帅哥们，谁付得起50万？对，那你付不起，他会说什么？好，那你就给我签卖身契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就抵给我，我要你干嘛你就干嘛。所以你看7月24号曾经发生一件事情，一个14岁的一个我们讲小云跟这个一样济南的公司签约了，结果6个月
来只发了1.3万人民币，5.55万台币，照6个月，所以他1个月其实连1万块都赚不到。对，然后每天跳得要死要活的，然后最后要解约的时候，他说那好啊，那你赔我们7.23万。你想想看，他就是靠这种方式来去赚钱。曾经呢，就有一个17岁的少年，他这个少年是在干嘛？他在直播，但是他播太久了，他从早上8点到公司哦，10点开播。照他一路播到下午6点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做直播的人哦，你讲1个小时就很累了，对，讲2个小时你就受不了，你就想要上厕所了，讲到第3个小时你就已经很不耐烦了。结果他从早上10点播到下午6点，然后中间只吃了1碗面，还不是吃播，所以最后你知道播到后面发生什么程度吗？他就直接倒在地上，就这样人就没了，他就死掉了。对他播到一半呢，人就这样猝死了，人就这样没了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他们后来去发现说，了解他的合约是什么？无责保底底薪人民币只有5000块而已，而且还有30万的违约金。那我问你，你如果是这个少年，他这样抄，抄到人命都出来了，那你敢说不要吗？而且你看哦，他说只有获得打赏数额最高的人才能坐下，对啊，所以我就算第2名，我都不能坐下。这也难怪早上10点开播到下午6点。我真的只能吃1碗面，因为照他们有业绩压力，等于说你如果业绩没达到啊，底薪搞不好再扣。那你看啊，结果他最后去了解说他到底什么原因，死因叫做心跳骤停，叫做高钾血症、带酸性酸中毒。我们会讲哈这个部分呢，因为他没有外伤，所以等于就说是人活活给操死了。这边今天中国的演艺圈出大事了，大家今天都在讨论一件事情：那英她老公又出轨了吗？为什么说又？因为她之前已经出轨过一次。那英那时候已经讲了，我相信我老公。就这一次又被拍到之后，太奇怪了。那英这一次的声明跑哪去了？现在大家都抱着吃瓜的心情，在这边看这箱娜姐，您的老公孟先生这回又怎么啦？之前不是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吗？笑得多开心啊！这是最新的那英的老公孟彤跟她身旁的这个长发美女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长发美女巧笑倩兮的依偎在这个孟彤的肩膀上，好不温暖呐！那孟彤似乎也没有拒绝，也笑得很开心啊。他这个是在酒吧里面，这一定是什么？逢场作戏，这没什么嘛。啊，也许那英可以这样讲啊，十指紧扣，那怎么办？逢场作戏，然后又这样子一起步出来，看得出来这个孟彤先生他已经这个喝的有点好像酩酊大醉，然后这个有一些酒意，脚步不稳，浮浮的，还要这个长发美女在旁边牵着他，这么开心，然后还上了他的私人的坐车，一起回到了那英的别墅。真的假的？你看这箱那英到底在哪？他现在英国，在伦敦。对，之前就被媒体报道说他卖掉了其中一栋房子，然后到了英国伦敦去陪他女儿，他女儿在伦敦念书嘛。画面中看到这个是他女儿孟晓彤，然后这个是他的那英的姐姐，以他的经纪人纳欣，那英就背对着镜头在这边选购了这个精品，女儿也在旁边耐心的等候。所以你们想看，女儿跟老婆在伦敦，然后你这边在另外地球的另一端跟这个美女打得火热。那英她在陪女儿，对。她老公也有人在陪她。她之前那英的老公孟彤就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拍到，你看跟女子的互动非常的这个亲密，还一把把这个女孩子搂进他的这个怀里啊，真的是很 man 啊，大男人。那英的老公他是这个1995年90年代从这个德国念完了商学 MBA 的这个学位，回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北京之后，在北京开了一大堆的夜店酒吧，对哦，其中有一家是 VICS， 算是北京有名的高档的这个夜店，然后也成为北京著名的夜店王，算是一个这个成功的殷实商人，但是在感情上却似乎看起来不这么老实，所以被拍到了，还把女子搂到肩，或是刚刚这样子跟女子的亲密这样子，然后结果呢，当时那英的这个工作室就帮他发了一篇律师的声明，说不要把这一出的画面，说老公跟他的这个其他女性啊友人，那是假的，很热情的互动，把他捕风捉影，在网络上带风向，要写成说她跟她老公跟人家是不是有什么一腿或怎么样？如果再这样子恶意的抹黑啊、带风向啊这样，我就保留法律追诉权。后来过不久，这个律师声明还真的没多久就删文撤下来了。你既然挺你老公，还有声明发一半的道理吗？所以你看到这个现年58岁的孟彤，难不成老是这样的一个花边不断，让老婆不放心吗？但是说到了这个那英，因为她就是最近这10几20年来，他其实出道的时间已经不短了。那在中国的这个影剧圈里面，身价又扶摇直上。看其中一栋豪宅
据说就是那英求售了，在北京东四环城市独栋南宁2万平大湖50米私家水岸线8角凉亭，出价多少？4亿5千万。注意，这是人民币哦。对。然后也就是20几亿台币啊，8室7室8个房间，4厅7卫，1150平方米，起码超过300平以上。这样的一栋豪宅要开价20多亿元，所以大家会以为说，娜姐是这个走投无路，要卖这个这么多钱的房子。她房子其实在北京就6、7栋了。她刚出道的时候就在这个北京买了一个别墅，这个地方那时候花200、300万，现在都已经不止了。嘉陵花园现在都已经超过好几千万。后来她的事业持续往上坡，2000年的时候又搬到了北京的丽思花园，这是著名的明星豪宅，离北京首都机场很近。还有在03年的时候，为了这个他妈妈说要养老休闲，然后用他妈妈的名义在那边买了一个惠谷根源，也是300平的豪宅，当时买200万人民币，现在据说已经高达3000万了。所以呢，他上节目的时候，曾经上陆综的时候，有综艺节目问他说，如果要在荒岛生活10年，你会带谁去呢？那英就说毫不考虑了，他这个个性强势的他，竟然脱口而出：“我当然带我老公啊！”马上变成一个恋爱脑的小女人，恐怕就跟他自己唱过的《征服》这首歌一样。原来他的这个感情是糊涂，这个他的决定心情是糊涂，但是决定恐怕更糊涂啊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